上一集我们学会了正确量血压的方法，也了解了为什么高血压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医师也分享了有助降压的茶饮和穴位按摩。今天我们要从脑部、心脏到肾脏，深入了解高血压带来的影响，看看中西医如何携手让血压更稳定，健康更有保障。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那我们再次欢迎心脏科高级顾问医生陈怀庆教授，欢迎，还有2位嘉宾小点妞 ，Hello， 还有郑丽芬，意大利 ，All right。那我们继续聊这个高血压哈，当然同时我也想先问一下这个教授哈，为什么高血压会发展成中风这么严重？那高血压是中风的主要的病因之一。 OK 新加坡的中风患者80%有这个高血压作为他的这个致病因素。OK。那当这个脑部的血管在长期受到这个高血压这种压力的冲击之下，它这个血管内壁会变得硬化。OK。硬化的这个血管可以分成2种，一种是开始会逐渐的形成一种阻塞性的一个血管病变。OK 啊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因为长期的血管受损呢，它可能会变得比较脆弱，所以中风可以是一种缺血性的一个状态，就等于说整个血管给堵住了，血流不通嘛，所以导致这个脑部受损。OK， 淤血性的是脑中风是另外一种比较致命性的一种，就是说血管破裂嘛，就是我们看那个图片，对，就是脑部大量出血，这个那个白色的是什么？那就是代表这个血液。哦，就爆血血管爆裂在里头。你刚说溢血性是比较危险，是为什么？就因为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，脑部里头突然间就充斥了这么多的血液，这个压力承受不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很小心了哦。那请问2位有没有做过这个血管的检查呢？没有啊。学姐，你有做过吗？我有做过，就是我做过了就直接进行开刀了，就开刀了。你当时是做什么检测呢？我当时是应该是在过年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吃饭嘛，然后吃饭呢，突然间我觉得心很痛，哎呦 ，OK， 人一直打，这样啊，很奇怪这样。突然间的啦。突然间 ，OK， 那我就说，哎，我不然去看医生了 ，OK， 就跑去医院，医生就说我们要跟你仔细检查一下，你里面好像一点东西塞住这样。所以后来你是动了什么手术呢？就是说把那个应该是 bypass 啦，接应该是 bypass 啦，就是心脏绕道手术。是的绕道是吗？绕道，因为他说太危险的地方在心脏那边。他是说你有血管有塞住，是不是？有塞几根啊？1根，塞了1根这样。对。所以如果长期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话，对我们的肾脏又会有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？其实，在新加坡，肾脏衰竭主要2大病因，其中一个就包括了这个高血压，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。那我们肾脏里头有很多这个微小的一个血管，长期的这个血压冲击也是会导致这个血管开始阻塞，然后最终导致整个肾功能这个衰竭这样。那大部分的这个肾衰者都可能初期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，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一些泡沫尿，就可能是尿蛋白的一个情况。或者说感觉到有点疲倦，然后就是血压会开始偏高。那如果后期的话，就会开始食欲不佳，出现这个水肿，甚至说这个脸部肿都会有。OK， 就会变成一种像慢性的肾病这样。绝对是，而且严重的话，可能还需要这个肾透析。可是如果说从高血压演变成肾病的话，它的时间会很长。是很长，对，是很长。OK， 中间我们可能还可以用一些药物来缓解肾衰的一个过程。OK， 那如果是心脏方面的话，又会受到一些怎么样的伤害呢？心脏的影响可以包括很多方面，最常见的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的硬化，导致这个血管的阻塞住，然后最终引发这个心脏病发作或者急性心梗。这个是不是就是需要 Daniel 的情况？对，他可能没有心梗，就是说他可能初期有一些心绞痛，但是就是这个冠脉血管的阻塞的硬化，是会一直打嗝哈。其实打嗝就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呈现。其他的这个心脏并发症可以包括心肌肥厚，
然后心肌肥厚的话，就是因为长期的心脏必须这个超压力的这个工作 OK 会导致最后的心衰。哇，然后最后这个其他的并发症也包括心律不齐，高血压也会导致我们所谓的房颤，是一个常见的一种心律不齐症。所以这些都种种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所引起的。所以不要小看高血压，长期来说会导致很多问题。那医生，那心脏受伤了可以恢复吗？可以的。如果说及早发现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的采取一些介入的一些治疗方法，然后使这个病况可以逆转。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心肌开始肥厚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从这个生活方式、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使用到位的话，这个血压恢复正常的话，这个心肌会逐渐的恢复到它的正常厚度，所以就可以避免了往后的这种心衰和心律不齐的问题。但是说，如果你这个延误这个治疗的话，时间太久的话，心脏已经进入一种不可逆的一种损坏程度的话，那可能就没办法。比如说一个人有高血压，他怎么知道说自己心脏有没有被这个高血压影响？最简单的这个检测方式就是做一个心电图。在做ECG 做心电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脏有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变化。OK， 比如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心肌肥厚或者心房和心室肿大的现象，这个单单从这个心电图可以看得出。OK， 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心率。这个跳动是否是正常的，或者是心律不齐这样的一个问题。OK， 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超声波扫描，直接从这个超声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脏的这个整个结构，心肌有没有肥厚，就好比这个照片里头显示了有正常的这个心肌厚度，还有这个不正常的一个心肌厚度。所以如果说是肥厚，的确就跟正常的相比是有1倍。所以如果说一旦有发现说你有这个心肌肥厚啊什么，就立刻要做治疗，就要改善这样子。是的，吃药。 OK， 对，显示说这个血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已经造成了器官的一个受损，那必须开始就要介入治疗。欢迎宋伟良医师，欢迎。想要请问医师啊，中医有哪一些治疗高血压的这个方法呢？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针灸，中药，还有一些按摩。OK，所以针灸的效果是怎么样？针灸效果非常的明显，它主要是在中医学就是疏通经络了，但是我们从西医研究，它主要是改善血管的循环，也可以降低它的那个加压素，就是你针了以后，它有chemical 的反应，的加压素就下降了，所以血压就会下降。OK， 对。另外呢，我们针灸以后呢，对那个交感神经有抑制，就有些穴位，就是不让交感神经兴奋。另外呢，还使用中药，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天麻钩藤散，非常有名，这个是有明显的降压作用，主要是里面的天麻和钩藤。那个人的作息需要调整吗？以中医的角度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的发生就是一个生活行为的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你要避免高强度、高负荷的工作，另外不要昼夜颠倒、熬夜啊。第三，饮食要清淡，不要让自己肥胖。第四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先天家族本身就有高血压、高血脂的人，对，那你后天要非常积极的调养。对对。好，那医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食疗呢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麻钩藤鸡肉汤。用的食材有哪一些？食材就是我们找一个鸡腿肉 ，OK， 天麻，天麻这个药可以降低血压，改善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血循环。OK。另外，天麻里还有一个成分，它可以抗凝，就是我们血小板凝聚的时候，不是容易有血栓吗？对，有点像阿司匹林的作用。OK。对。那么另外就是钩藤，钩藤在现代研究，它的钩藤素也是可以降压。它主要是扩张外周血管，就四肢的血管打开，血压就会下来了。OK。另外，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，有镇静作用，就是我们吃了这个钩藤，你晚上睡眠会好，那个交感神经就会没那么兴奋。OK。对，这是钩藤。甚至它有健脾消食的作用，但本身也有活血化瘀、降血脂。
降血糖。血脂。那枸杞子呢，就是滋阴补肾的一个药，它本来可以明目乌发，是，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喜欢吃枸杞子。但现代研究，枸杞子居然也可以降压、降血糖。大枣本身就是补血安神，生姜可以除腥，还可以健脾，所以这个药呢是非高血压的人就是不可以常用这个药，不建议了啊，不建议。它真的是会降血压对，吗？这样会降。 OK， 所以一般是在医生的辅导下，是这样啊，使用这个药。所以一般上都是高血压患者，对高血压哪一种患者最适合喝？肝阳上亢的，就是头热、脖子硬、头晕、头痛、口干大便干这些。就像 chef， 这样你一大碗给你，这一大碗给你我。赶快准备了，为了你 chef。不给他，你不给他。不过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要怎么煮呢？这个煮法是？这个煮我们先用清水把那个鸡腿肉做飞水，放在将飞水倒出去，把所有的药材放在里面。OK， 一般煮到30分钟到40分钟。对，我们一般加水是加到500毫升，500毫升，煮到200毫升就可以喝。OK，而这个药渣呢，也可以再翻煮一次。所以可以煮2次，可以煮2次。 OK，我自己觉得蛮好喝，很好啊。很好喝。其实它就是有像什么药材鸡的汤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味道相当不错哎。所以500毫升的水如果要煮成那个200毫升，chef，你说大概要花多少时间？如果慢火最少要45分钟到1小时。连它的药材的味道全部会出来，是不是医生？是。不过这个200毫升是1人份哎，就是一个人份。其实我们今天是1人份，一人份，对，它是1人份。其实如果有高血压的人，其实我们每天吃，我们在临床观察是完全可以的。它的原理就是辅助西药，不要一滴的加。就是有些高血压的病人，就是给你一种药、2种、3种药，血压还是下不来。他们是那种恶性高血压。恶性。所以你加上中药，你的西药的量越来越小，就是中医也开心，西医也开心，病人也开心。我也会把这个1份1份包起来，你就拿1包就去煮就好，不用买好了。给他用纱布包起来，对，很好很好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红枣需要拿掉它的里面的籽吗？其实拿不拿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有些人说不拿有热，但是我每次用我也不拿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，一定用大红枣，比那个黑枣、蓝枣都效果好。它里面维他命 C 很高。是。OK， 我还是想问一下2位嘉宾就是你们都有高血压有一段时间，有没有一直在吃药控制呢？基本上一定要吃药，因为我们怕如果没有吃药的话，今天听了我觉得更加的可怕。所以你已经吃20年了是吗？对，OK， 20年了。那Chef Daniel呢？每次都有到时候吃，可是我每次去验我的血压都是很高，所以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月我都不吃，我再来看看怎么样。可是我不吃，可能1个月后我睡觉醒来，我头会晕这样。你最好吃啦，听话啦。危险啊！所以陈教授，一旦是确诊是有高血压的话，就要马上开始吃药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一旦确诊就需要马上吃药，因为吃药不吃药取决于这个血压的高度，还有个人的一个风险。但我们知道说，绝大多部分的人都最终都需要药物来控制了。那如果说你的血压是稍微比较偏高一点，越过这个临界点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开始，比如说减少这个盐的这个摄取，或者是多做一点运动，然后减少这个体重，控制一下压力，睡眠要保持充足等等，减少这些交感神经的这种刺激。但是如果过了大概2、3个月的这个生活习惯上的个改变，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血压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要依赖这个药物来控制。那 Chef Daniel， 你现在有吃几种高血压的药呢？3种。3种啊？对。OK， 为什么这么多种？其实降压药有好多种这个类型，其实它们都一样的一个有效。
啊，所以我们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，能控制这个血压的就是这个好猫。但是有好多的这个病患，其实说要真正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这个血压水平的话，需要依赖2或3种药物以上才能控制。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呢？如果是你是属于这种低高中危的一些病患的话，我们只要把你这个血压降到少于14090，那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本身是属于一些高危族群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更加严格了，你必须把它降到130/80以下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那种标准的话，单凭一种药物是没有办法控制的。不过像薛他是有做过绕道手术的话，也是像属于高危的一个高危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他的血压降到130/80以下。那你本身吃3种药啊，你会觉得有什么副作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其实我的身体比较容易适应这一些的东西。OK，那其实这些药会有副作用吗？当然，每一种药都有副作用。如果没有副作用的药，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一个作用，就仙丹。但是，一般的这个病患呢，对这种药的这个耐受性都很强，就是说这个副作用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比较少的。最常见的这个副作用呢，就是这个头晕的现象。我们在选择这个药物开始使用低剂量，再慢慢的逐渐这个提高的话，可能病人忽然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副作用。然后还有其他副作用，也包括了脚肿，某些药物可能会导致这个水肿的现象，但这些都是良性的一个情况。或者说有些药物会导致一个人咳嗽，那如果说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副作用，我们只要在这个药物的选择方面稍微做一个调整，寻找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，就能符合病人这个要求，同时又能控制这个血压。那这些药是不是需要吃一辈子？我们如果说有这个轻度的血压还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来控制。但如果说你有中度或者高度的这个血压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这个用生活方式，你必须依赖药物的。想要请问一下钟医师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健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呢？都给大家介绍保健操。好，就很简单，首先就磨这个太阳穴，轻轻的揉，顺时针也可以，逆时针也可以，那次数可以放到50次。做完了以后，顺势用这个拇指就压我们后面这个乳突隔壁这个凹陷，这个就非常有名的就是风池穴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风池，这个本身就有强烈的降压作用，在旋转压，顺时针、逆时针都可以，压的有点微微的酸才有效。这个做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拉耳朵，因为在中医学里面有一个降压沟，就在耳背这边。如果你不愿意压，你就揉耳朵，就这样搓耳朵。完了，接下来呢，就是到我们一直介绍的合谷穴，就是你按压合谷，按压的微微的酸，两边都这样压，左右边呐，左右边啊，这边压完这边压。另外一个办法，我们就叫扳指，就是10个手指我们给它加压，加这样。因为我们中医讲有6条经，在手3阴和手3阳，另外的也是所谓的10指连心。我压了以后会刺激，就压那个手指。如果压呢，也可以这样的敲击，敲击的指度呢，正好是中医的十宣穴。以前我们有一个急救法，就是你高血压时就用针来刺这十宣放血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敲。另外在这个手指就连接这个缝这边呢，我们叫八邪穴。就有4个就八邪穴，我们就用这个手指来撞击它。刺激那个穴位。对，这个撞击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好像做一个收工的办法，就是转我们的手。有些人问这转手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还是3阴经和3阳经，它可以全部走头。所以你给它放松了以后，你头部的压力下降了，那血压就下降了。所以这个旋转手的时候可以。顺时针、逆时针都可以转OK， 那其实刚才也是有聊到说，调整日常作息如果对于那种比较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是有帮助的，但是要怎么样去调整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？首先是先从饮食开始 ，OK， 减少这个钠或者这个盐的一个摄取 ，OK。我们新加坡人每天至少有80%的新加坡人都会在外头用一餐，是50%的这个高血压患者对盐会非常敏感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过度食用盐的话，这个血压就会升高。少盐的话，有没有说一个分量，说不要超过多少？对，就是每天不超过5克的一个盐的一个摄取。第二就是我们鼓励说，如果说
身体这个体重超重的话，尽量把这个体重减低下来，因为减轻体重其实就是一个降压的一个有效方法。我们是希望说能通过用其他的一些天然的一些食材，来增加这样一个口感，而不需要采用到这个钠，尽量减少这种加工食品的这个使用。OK， 是。那吃有什么可以多吃呢？那我这建议说，还是以这个蔬菜、水果吃的比较清淡一些的清蒸的一些食品全谷类的一些食物。是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要经常运动嘛我们说这个要活就要动嘛，所以我们建议说每周大概是150分钟的一个中度性的运动。中度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走路的时候还能讲话，但是至少不用做到没办法讲话这样的一个程度。快走，快走，这个中度性的如牛这样啦，对，快走，超慢跑。超慢跑也可以，现在流行。尽量就不要抽烟，然后酒量就稍微限制一下保持足够的睡眠这样的话减少这个压力，这样子。其实还有重要一点，你的工作量时间过长，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紧张压力，也会造成高血压，因为你内脏、大脑都没有休息，你从早做到晚，高速运行，11点还在吃宵夜。第二天早上6点又走了，一定高血压。对，很多时候你觉得你 OK， 但其实你的身体对，但是你觉得没有睡2个小时无所谓我还有精神其实不行，身体会抗长期疲劳非常可怕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控制好这个血压我们这样子做的话，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脏，让我们活得更健康，才可以走得更远。是，最重要是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，千万不要抗拒吃药因为是在保护自己也是。是。OK， 这边也要谢谢我们陈教授跟分享很多，好，谢谢钟医师2位嘉宾，谢谢 Chef Daniel， 谢谢意大利，谢谢分享。是，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